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皇室聊起来，我是瑶瑶。那我们今天要做这个皇室 TV 的解说。那我们今天要解说的是这个 HURMA 哈马跟大王的对战解说。那虽然说这个我英文可能念得很奇怪，但我们可以先稍微分析一下这两套卡组。一套左边这套就是很标准的飓风猪，那右边这套就是很标准的叉弩。那照牌组来看，应该是左边这套牌占很大的优势。那为什么它会赢了呢？为什么右边这套牌会赢呢？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那我们这边先进入游戏。其实前面的话，我个人为什么会说是这个下面这套牌比较有优势，是因为打叉弩的话，你有飞龙宝宝、有骑士、有巨石投手，其实这些都是这个叉弩卡组很难解的牌。我这边这个叉弩决定不下，那我这边可能会先下冰晶灵绿牌吧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一张卡都不下，这样的话就是沉底重甲亡灵了。因为其实我觉得冰精灵在叉弩卡组，他应该可以先把这些低费的牌滤出来，然后把叉弩拿在手上，等对手多下几张牌，或者是有露出一个破绽以后，就可以把成这样打。然后这边这个重甲被这个龙宝宝喷了2下，直接大闪掉以后，这个叉弩可能要下个小骷髅兵，果然有下骷髅兵拉一下，然后这 AC 可能会下在后面，那这个弓箭手的位置就下得不太好，他应该下在更后方一点，宁愿让塔弹一点伤害，也可以漂亮把这个弓箭手。也可以漂亮的把这个飞龙宝宝解掉。那你看，如果我们这边暂停他，如果刚才这个弓箭手还活着的话，其实这波应该可以对他造成更多的伤害了，我感觉啦。你看，这就是弓箭手下的位置的问题。那这边可能会补一只骑士，那这边放一张骑士，果然应该会下骑士吧。你看这骑士就是这样送掉哦，还送了一个冰精灵，这就是这个什么巨石投手为什么很康特这个 X 年弩的原因呢？你看 X 年弩只要下下去，巨石投手，你前面在摆什么东西，我们直接全部都一起打掉。甚至说我们这边还有飓风，你说你位置下得很漂亮，可以散开，我们还是有飓风可以把你拉到正中心点，一起连这个 X 年弩一起打。那这边应该会沉第一个飞龙宝宝吧？直接敲出飞龙宝宝吗？那敲出飞龙宝宝是没什么用，因为它有重甲亡灵可以把它解掉，这样又赚了1费。然后这边他把这个 X 年弩滤出来以后，其实前场他好像没下过几次野猪吧？要下野猪了吗？这边野猪其实野猪是打不了这个 X 年弩的，因为它有很多低费的东西。但是这边我们这个蓝方也是直接用大闪把这个 X 年弩闪掉。那这骑士要怎么解呢？这骑士用冰精灵就可以解了。那甚至我觉得为什么还有一个很克制他的地方，就是你每一波 X 年弩，假设你现在没有巨石投手，那我们就用什么？就用大闪闪你，用大闪啊，再用飞龙宝宝喷一下，你 X 年弩就爆了。这边应该可以再下一个 X 年弩了。这边我觉得这里就多绿一张，绿太多牌了。这边有一个巨石投手，那这里的话，我觉得会用旋风把它旋在一起了。他没有用旋风，是直接用大闪。我觉得用旋风旋在一起，可以把这些生物全部解掉，然后也不会被这个 X 年弩打到塔。不过我觉得就结果来看的话，大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你可以看到大闪把这个 X 年弩闪掉以后，然后又可以闪到塔的伤害。这场他野猪可能没有敲到超过4、5下吧，他几乎伤害都是靠这大闪做的。还有前面第一波的时候，这个野猪进攻可以稍微第一波有机会，接下来每一波其实野猪都很难碰到他的塔。那这里这个 X 年弩双方伤害互相扣一点血啊，但可以看到这边其实 X 年弩基本上已经输了，我只要再过一个大闪，再过一个大闪就结束了。然后你下一个 X 年弩我们就下巨石投手，然后你下这个重甲亡灵我们就下飞龙宝宝跟小兵了。还有旋风，所以根本打不进去。你看过，这个巨石投手实在太克制这个 X 年弩了。那这一场为什么他会翻盘，我也不太确定。等一下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这里下一个野猪，那我们这边可以稍微暂停看一下。其实这边他这个 X 年弩应该在摆前面一格，就算你要来防御的话，一样没有必要下在这里，因为你下在这里挡完这只野猪以后，这个 X 年弩是射不到对手的塔，这算是也是一个失误啊。你看，其实你的 X 年弩血量还蛮健康的，至少还有大概1/5吧，还是可以不断对他的塔造成伤害。这边这边就是最关键的地方。你看这个下方蓝帆用一个大闪，但实际上大闪是没有办法。大闪为什么闪？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主宝血他左塔血生183，但他大闪是会先闪血量多的生物，然后下一个冰镜又下一个弓箭手，成功的挡住了这一波大闪，然后一口气逆转。那这边下一个大闪已经来不及，然后火球又把它转上。所以这场我觉得算是一个很被克制的卡组，然后居然会赢，我觉得还蛮特别。但实际上为什么他会赢，我觉得算是这个蓝方失误了吧？就像我觉得前面有一些讲的点，我觉得他不一定要用大闪去打他的塔，我觉得可能用旋风
用旋风把他那些防守的生物旋在一起，然后你的这个巨石投手加上飞龙宝宝反推以后，再补上一只野猪，他可能就一波塔就掉了。那我觉得这样子打可能会比较好。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场吧。那双方的卡组一个是这个迫击炮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哥伦食人的对决。那这个哥伦食人是蛮特别的，是没有带采集器的，好像是现在也有一些人开始流行这样带。那我们这个迫击炮的话，就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迫击炮，我也没看过很多人这样带，应该算是比较自创的吧。它算是一个矿工加上这个亡灵大军的，有点像迫击炮的卡组，但又有点不像，它就是像一个矿工快攻的卡组。那这种卡组它是比较灵活的，因为有一些迫击炮的卡组就永远输出就只能靠迫击炮跟火箭，但这一套牌只要抓到对手的，这套牌我感觉是迫击炮比较像骗解，把你一些解卡的东西骗出来以后，我们再下矿工跟亡灵大军一口气把你塔给打掉。那这边要下旋风嘛，但这个旋风注意下了以后，其实塔是扣了很多血，因为他这个一只哥布林跟一只头毛哥布林打了他的塔就打了1000滴了吧，打了800滴。所以这个输出还是很高。我这边下石头人应该会直接沉底石头人，然后沉底石头人的话，这边对手沉底石头人你就一定要跟他下相反边，然后桥头一波快攻，因为他是没有足够的费用守你。我们这边来看一下他们怎么进攻吧，果然是一个桥头迫击炮。那看你下什么东西守哦，你下这个重甲亡灵，那我们就下这个亡灵大军把你解掉。那解掉以后，你看。我们这边再稍微暂停讲解一下这一步，你到底要不要防守？你防守，你这时候你下飞龙宝宝喷这个亡灵大军喷了一下，那喷完以后，这个迫击炮还是继续射，大概还可以射3、4炮吧。那你的飞龙宝宝把这个射完以后，那你的石头人其实你是没有太多的费用去掩护你石头人进攻的。所以这边我看一下他们会怎么决定吧。他决定直接卖塔，就是把这个塔送他，然后下一个暗夜女巫。应该是下暗月女巫吧，然后下3月女巫，然后再下，有飞龙宝宝吗？有，那再下一个飞龙宝宝。所以其实可以，那我们这边下了暗月女巫加飞龙宝宝，就是怎样跟他换塔，因为你左塔其实是守不住的，那是守得住，但是你会守得很勉强，而且把这个石头人给送掉。那我们就决定跟他换塔，而且迫击炮在掉塔以后各换1塔的情况下，其实是迫击炮比较劣势的，石头人是相对占优势。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决定还不错。然后这边真的没东西可以守了。就是说下什么手都不对，下古墓手也没什么意义。然后这边下亡灵大军，但也有点来不及了，塔还是要爆了。就算守住了塔也是会爆，就算把这些生物都解掉，塔还是会爆。然后这边石头人居然还有废肉的优势，就是因为他这个防守其实用了很多法术防守，我不太喜欢这样，但他的手牌就是这么卡，所以没办法。这一波这个旋风居然还要补上一个古墓，为什么还要再补上一个古墓？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改版以后，旋风没办法解掉这个哥布林大军嘛。哥布林大队，所以必须再补一个古墓，不然塔可能会再被哥布林扣很多血。那这个石头人现在这个位置，我觉得还蛮漂亮。就是如果你想要快攻中出一群生物偷我塔的血量的话，也是很难成功的。你看到这边我们的迫击炮这边，为什么不再用迫击炮下在这边就是下在它右方这边进攻呢？是因为你下了以后，它可以马上把生物贴在你身上。那你基本上那迫击炮是完全没有用，就是送废的，所以他也没办法这样打，只能依靠矿工跟那个亡灵大军或是哥布林大队来进攻。那这边下了一个飞龙宝宝，这边有电法吧？但是电法这个位置刚好会被大闪一起闪掉，其实是蛮吃亏。而且这个他这个亡灵大军又被飞龙宝宝喷到一下，其实是哇又扣这个飞龙宝宝，我觉得这个亡灵大军我觉得很可惜，应该可以下个电法。这样子就不会扣这么多血。其实这边蓝方已经非常的优势，基本上怎么打都不会输了。你看这边他想快攻，下一个亡灵大军加上矿工的快攻，其实也没什么用，我们就直接中置石头人，然后往左边走，就可以很好的防守住任何的进攻了。那你说你可以，我可以在右边的桥头下亡灵大军吗？当然 OK 啊。那我可能我等等还有一个旋风，还有一个飞龙宝宝，随便守都守得住。而且相对你走这样子的路程是比较远的。那这边这个电法跟暗夜女巫，我这边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效果，这石头人还是这样子就掉了。但是血量上它已经有很大的优势这边这个矿工又来，但你只有一根矿工，其实裸矿工打不掉塔太多血量，一定要搭配一些生物，但你搭配的生物都会被他这个石头人截断，所以实在是非常难打进去。这边应该会下大闪吧？如果说我会等他的电法出来以后下大闪，不过他电法的位置刚好你没办法大闪闪掉。这边这个亡灵大军，哇，这个旋风很漂亮。那这个旋风下下去以后，基本上就结束了。你可以看到他唯一可以快速解场的亡灵大军被解掉以后，他下什么哥布林大队，但他还有滚木，哇，这是一口气就爆了。
那这场我觉得算是一个相对劣势的对战。为什么？就是蓝方其实是有优势的，那红方是相对劣势。但为什么他还可以拿到1塔？就是他抓准时机，你下石头人我们就一波快攻。但是我觉得他防守可能就没做的那么漂亮，而且进攻的上面我觉得也没有做的那么好。就像我为什么说他防守没做的那么漂亮，就是他可能带了牌的关系，也有可能是排序的问题，他用了一个小闪加一个滚木去解这个石头人，但实际上解石头人根本没有意义。你应该正确的方式是用等对方的生物就锁定你们的攻击场之后，再下生物去防守，而不是用一大堆法术去防守。那我们今天的 TV 解说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这就是对决的规则。